为了对冲中国，沙利文呢就对沙特说：“我可以帮你们中东建设的铁路网。”这个就是在画饼充饥。沙利文还提出这个铁路网最终能把印度又给你连在一起，而且可以利用印度的铁路专业知识来进行建设。他要再这么说的话，那就不止画饼充饥，这简直就变成一个笑话了。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沙利文在访问沙特的时候，他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和加深与沙特和以及中东国家的这种战略关系，因为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失分是太厉害了，他这个地方眼看着要失去中东了，他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加强。那就采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那就是我看你中东地区不是需要这个基建吗？行啊，那我就给你来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我先刨中国这个根，我们美国也要从基建入手。为你中东地区修这个铁路网而且他许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远景，那就是这个铁路网呢，最终会通过中东地区的港口和印度进行水上连接。就这次美国他还真把这问题抓到点子上了，看到了中东的需求，但是以美国现在的能力和情况，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这就是画饼充饥嘛。再拉上印度，那就叫人觉得非常的可笑了这个就是美国很明显，他要对冲我们在中国的影响力，釜底抽薪挖我们的墙角吧。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在他的战略布局里边，他要把中东和印度连在一起，作为遏制对抗中国的重要的一环。那么实际上他这一点要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比他做的那个所谓印太战略他还要难。你不说别的吧，你像这沙特是中东的最大的有代表性的国家，它跟印度之间都是有很微妙的这种矛盾关系的，因为沙特和巴基斯坦是非常友好的国家。那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什么样，大家都清楚了，和它的民族利益上，它和印度是有这个很大的矛盾。美国想把这个抹平，那可没那么容易。至于说美国要搞这个基建，那是根本实现不了这第一，我们看这个美国你要搞这修铁路网，作为美国来讲，你自己有什么需求吗？从贸易上，你和中东地区除了以前的有这个石油，现在也没这么大关系了你除了这个之外，你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没有这需求，你建这么大一个网，纯粹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那不就画这么一个大饼吗？根本也就是实现不了这个。第二一个，我们看你修什么呀？谁投资来修你说你修铁路网，你是要修这个货运铁路网呢，还是要修一个现代的高速铁路网呢？你这个肯定是对美国来说，这都很不现实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这钱到底谁投资你沙利文过来这么一说，是吧？代表着美国现在的拜登政府，那到底是你拜登政府投资呢，还是说你要靠美国的这些投资商，或者说是靠华尔街那些金融机构来投资呢？美国的国家财政现在情况，拜登正在跟国会那儿讨价还价，要再放债呢。他本身财政就是非常的出问题，弄不好他可能联邦政府都要关门，他怎么可能长期的去投资这种铁路这种东西，不太现实的。作为美国的商业机构，还有它的金融机构，那想想都知道，他不可能去投资这个铁路。所以你就说他嘛，这纯粹就是画饼充饥。当然，作为沙特那边对这个看的也非常非常的明白了。而且作为美国现在还提出来要利用印度的铁路专业知识，那这事儿就真是变成一个大笑话了。印度的铁路是什么样子，大家还不清楚吗？那印度我就想不出来，他有什么专业的能力来修这个铁路，在中东地区修铁路，他自己家的东西还没搞好呢。你要说美国，他还能有个老本吃。到目前为止，虽然美国的铁路出现了很多问题老化的非常厉害，这个年久失修，但是它毕竟还是它的货运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世界上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这一点你无可否认，它还是掌握着一些技术。当然，在现代铁路技术上，它已经落后了。假设说美国说我找的是日本来给你中东这个修铁路，这听起来起码还靠谱你把印度拉进来，这就是不靠谱不说，那简直就是自己在那边搞笑，自己制造这么一个笑话。所以你看，为了对抗遏制中国，是美国什么事儿他都敢忽悠。